2024年7月，英国国防大臣约翰·希利称，英国军队的问题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。目前，英国陆军的规模已经缩减到2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，整个英国陆军加上非战斗人员在内，只有7万多人，同时还面临着装备匮乏、资金短缺的困境。许多士兵手中的武器还是他们的父辈留下的。据称，有美国将军私下透露称，英国陆军已经不再被视为一支顶级战斗力量。要知道，距离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也就刚刚过去了20年，是什么让大英帝国荣光不再？英国军队的出路又在哪里呢？一战前是各个帝国的黄金时代，欧洲大陆上到处是打着帝国头衔的国家。站在欧洲大陆上放眼望去，近有德意志帝国、大英帝国，远有俄罗斯帝国，以及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。他们不但是欧陆上的重要力量，也凭借着殖民扩张，间接地控制着全世界的大半土地。1918年，一战结束，这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画上了句号。但我们都很清楚，虽然战争并没有走向尽头，但有一些东西的确被终结了，那就是大英帝国之外的帝国。一时之间，英国成为了世界唯一的超级霸权。在它的鼎盛时期，全球有超过20亿人沐浴在大英帝国的王化之下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二战结束以后，这些英国赖以为生的殖民地掀起了民族运动的浪潮，纷纷宣告独立。最近这几十年间，大英帝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江河日下，一泻千里，眼看就要盆干碗净，食不果腹了。国家经济衰落，英国的军队自然也讨不到什么便宜。1957年和1966年的2次防务评估，让英国大规模削减了常规部队的数量，专注于核威慑理论，并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永久驻军。到了70年代，曾经的欧洲一霸的英国军队已经完全沦为北约的附庸，专注于核威慑和反潜战任务。进入21世纪之后，财政的进一步收缩，连累着英军也被一砍再砍。总体上来看，处于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的水平。2024年，英国新首相斯塔默刚刚上台还不到1个月，就发布公告称，英国已经背上了220亿英镑财政亏空，政府破产，国家分崩离析，已经是指日可待了。对于英国来说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英国所谓的破产是指政府的收入远低于支出，政府负债严重且还债能力差，破产只是一种略带夸张的说法，并不意味着政府瘫痪。坏消息则是，由于资金缺口太大，大英帝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了难以为继的局面。虽然从纸面上看，英国国防开支也就是军费仍然排名世界第6，比日本、法国和德国都要多，但英国的军费窟窿远远不是这点军费能够补上的。去年年底，英国国家审计署发布报告称，在未来的10年里，仅在新武器装备的购买上，英国政府就要付出3055亿英镑，而这甚至没有算上各种修修补补的费用。别忘了，新装备的开发和老装备的寿命延长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资金缺口，这些资金并没有计算在这3000亿英镑里。例如2021年3月，英国就准备花8亿英镑委托 BAE 公司将现有的100多辆挑战者2升级成挑战者3，让这些打过伊拉克战争的老将服役到2030年。但我们也能看出来，在全新的 M1A2 SE-PV3 逐步进入交付的2024年，这些挑战者3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战斗力，就落伍于欧美同行了。一想到英国还是坦克的发明者，就让我们不禁一阵唏嘘。目前看来，资金不足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车辆和设备的短缺。2024年2月，英国众议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，当前的陆军是英国军队中最弱的兵种，并且存在严重的战斗力缺陷。截止到2024年，英国陆军的各项装甲车辆，例如全狮犬装甲车、M270 多管火箭系统以及装甲回收车等，顶多只能满足需求量的 80%。一些英军将领甚至宣称，如果没有北约盟国的支援，英国陆军甚至无法独立组建一个重型师。2015年的时候，英国陆军计划部署一个作战师，下辖2个重型作战旅、1到2个中型作战旅、1个炮兵旅，以及工程旅和情报旅等辅助兵种若干。然而到了今天，英国军队缺员严重，满打满算也只能凑出来2个重型作战旅，再加上1个炮兵团。截止到2024年，英国陆军的总人数达到了1714年以来的历史新低，只剩下了73000人。或许各位会说，没有士兵，那征兵就好了呀。然而英国人想了很多办法，就是招不到足够的人手，其中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。一方面，英军的待遇实在不能算很好，工资的涨幅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，
更不要说什么营房漏水、丑闻频发了。此外，英国年轻人对战争的看法让他们对加入军队产生了顾虑。前伞兵团成员理查德·米切尔说，他在911事件之后加入了英国陆军伞兵团，受到反恐战争的感召，那时的征兵站甚至排起了长龙。而在如今的英国，许多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，阿富汗战争则是完全的失败，再让他们投身报国，加入另一场战争似乎也不太合理。最终，英国众议院的这份报告指出，英国国防部要么想办法筹措充足的资金来维持英国的军事影响力，在全球开展行动，要么就收缩战备范围，减轻武装部队的作战负担。没错，在很大程度上，英国军队兵力的捉襟见肘、预算的举步维艰，都是由于英国希望维持大国地位导致的。对于皇家海军来说，其首要任务是确保英国具有持续的海上威慑，保证北大西洋的交通线安全。而对于英国陆军来说，它应当成为北约军队中的一部分，用来挫败俄罗斯对北约领土的进攻行动。尽管英国如今日薄西山，走上了衰落的道路，但它并未减少对北约的支持，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承诺。现如今，英国作出保证，将在战时为北约提供1支军级战略预备队，其中包含2个师和军直属部队，装备总量相当于整装的3个师。但考虑到目前英国的兵力，我们很难相信英国能够轻松地拿出1支有战斗力的军级部队。实际上，从保证3叉戟导弹的核威慑，到确保国际贸易路线的安全，在红海和地中海进行战斗护航，再到人道主义任务的维和任务，英国过于广泛地参与了全球的冲突，远超其现有的能力了。正如前面所说，英国一旦参与到地区冲突中去，很难部署并维持大量的兵力，但英国政府高层的目标却多少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嫌疑。唐宁街预计，在冲突爆发时，英国将为北约部署1个师的兵力。但前面也提到了，英国人的征兵并不顺利，但天才的英国政府转向了另一个方向，那就是用先进的技术来弥补兵力的不足。早在2005年，英国就将大笔资金投入到武器装备和新技术的研发上。当时的英国是全球第3大军费开支国，也是军事科学研发方面的第2大国，研发总投入高达26亿英镑，仅次于美国。而在2024年4月份，前首相苏纳克再次重提这一计划，将如今的国防预算中用于研发新技术的部分翻番。英国政府对此的解释是，他们将大规模采用新兴技术，并对开发这些技术的中小型企业进行长期的投资。而英国政府口中的新兴技术，指的就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方面的研究。理论上来说，加强军队的信息化建设，采纳人工智能等科技，的确能让部队的速度更快、更智能、更致命，从而弥补人员上的不足。例如，可以使用人工智能进行情报汇总和分析，使用自动化的侦察设备和武器，而无需人工干预。在各个军种和单位之间建立跨平台的实时数据链路，能够让军队在反应速度和信息获取方面取得极大的优势。可以说，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军方都把宝压在了未来战争中。军队放弃大规模作战，转而采用小规模、重火力、高机动性的排级甚至是班级作战中。从俄乌战争的经验来看，英国人的预测也确实是8九不离10的。现代信息化观测手段的引入，让大规模军团突击变得十分不划算，小规模的武装渗透反而能起到更大的作用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虽然许多技术已经成熟，但要让他们投入服役和英军现有的武装部队体系相结合，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。首先，对于英军来说，采购信息化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英国人扶持中小企业，是因为这些企业报价更低，同时也能鼓励本土自主创新。然而，由于技术壁垒和数据孤岛的存在，一些英军急需的产品或服务并不能很好的整合到现有的体系中。许多系统都有着几十年的历史，更换和升级它们需要一大笔钱。1/5的老旧系统集成不到现有的通讯体系中。而即使系统可以集成，其过程也非常复杂、昂贵且耗时。英军面对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严重缺乏具有数字技能的人才。在现如今的电子化、信息化战争中，技术军人的比例越来越大，例如无人机飞手、火炮操作员等等，缺口都非常的大。如果缺乏这方面的人才，就算是花了大价钱采购先进设备，也很难发挥出完整的战斗力。目前看来，在未来的10几年里，英军仍然要面对人手不足、经费缺乏的问题。不过对于英国人来说，现在开始收缩防御，将职能专注于务实的北约事务，仍然不失为一个良策。